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这是一个松下的电池充电器，它可以给 2.4 伏的镍氢电池充电，就是这端，也可以给 3.6 伏的锂电池充电，在这端。这是它的电量指示。下面我们打开看一下它的内部构造。它的最大充电电流可以达到 4.8 安，相对来说功率还是比较大的。打开以后，我们看它的散热片是这样摆放的。这端用4个螺丝固定在我们的下壳上，然后这端用夹子夹在我们这个功率管和输出的肖特基二极管上。由于这个铝片很厚，所以它的散热做的还是比较好的。实际上呢，在充电过程中功率管发热很有限，但是呢，由于用了这么大的散热片，相对来说就更加安全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整机构成。这端是220伏输入，用了一个共膜抗干扰的电感缠绕在这个磁芯上，然后输入进来，这是一个保险，这是一个压敏电阻。当电压超过470伏的时候，这个保险会烧断，压敏电阻会击穿，这样呢它还能够起到防雷的作用。这是一个插膜抗干扰电容，共膜抗干扰电感，随着呢就进入了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，从整流桥的正极输出正电压，负极输出负电压，送到300伏滤波电容上。300伏滤波电容上的正电压分两路，一路通过负电源的开关变压器初级送到 MIP2C2 的5角内部功率管的漏极，它的7、8角是内部功率管的原极。1角是 VDD， 是芯片内部供电；2角是稳压端；3角是过压保护引角。一般呢是接在二次供电上，二次供电呢是4角，通过开关变压器的反馈绕组，然后二极管整流以后给4角再次供电。同时呢，通过前端有一个电阻，再接到这个3角进行过压保护。这个芯片外围电路比较简单，输出2组电压，一组是 3.3 伏给这个单片机供电，另一路输出12伏给 LM224 供电，同时给继电器供电。负电源呢提供我们后边所有的电压，另外通过它的反馈绕组和二极管整流以后，给我们这个3845的7角进行供电。这两个光耦主要是起隔离作用，一个光耦的作用是控制3845的稳压引角进行电压和电流的控制，另一个光耦是进行保护以及通过 LM224 进行开关控制，也就是通过单片机和这个 LM224 组成的4运放同时控制这两个光耦。这个主电源的输出电压瞬间可以达到12伏，它主要是当我们接上电池以后，通过 LM224 限制它的电流，从而使电压不超过我们的充电电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电池一般是 3.6 伏到 4.25 伏左右，在这个以下呢，我们的单片机呢就控制这个电路，并且呢限制电流在4安左右，就使我们这个后边的电池正常充电。当电池电压超过 4.2 伏的时候，我们的单片机就输出控制信号来控制继电器断开，再控制这个保护光耦1、2角导通，从而使4、3角导通，使我们的这个芯片停止工作，从而控制充电器充满断电，并实现转灯。板的背面呢看着还是很复杂的，这边是热地部分，这端是冷地部分。这个位置有一个输出的电流取样电阻，也就是充电电流取样电阻，两端产生的信号通过运放放大以后送到单片机，时刻检测输出电流，再通过单片机输出 PWM 信号，通过电阻限流，然后通过电容滤波以后送到我们运放的相关引角，这样呢就控制运放的单个引角输出高低电位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光耦，它的1角给它供一个直流电，一般是供5伏，然后通过一个500欧的限流电阻给1角供电，然后2角呢就接到我们运放的输出端一个相关的引角上，这样我们单片机给它送来的 PWM 信号经电容滤波
电阻限流以后呢，变成了一个平滑的直流电，送到运放的正向输入端。和我们刚才说过的电流取样电组成的电压，经运放放大以后，另一路呢加到我们运放的反向输入端。当后极电流大的时候，那么它这个电压就会升高，它的反向输入端高于正向输入端，它的相关引角输出低电位，使我们的光偶导通，从而呢就能够限制电流。电压呢也是相同的，电压呢也是从后极输出的电压反馈回来，经我们的运放缩放以后呢，送到单片机。单片机呢同样输出 PWM 信号，经电阻限流，一般是 10K 电阻限流，然后呢再经相关的电容滤波以后，得到平滑的直流电，送到我们运放的正向输入端。反向输入端检测后极输出的电压，当后极输出的电压高于我们这个 PWM 信号送来的电压以后呢，相关引角呢就会输出低电位来控制光偶的导通，从而呢进行稳压。这个呢是单片机的晶振，这个呢是输出的一个转换的继电器，它一路呢能够给这个镍氢的电池供电，转换以后呢还能够给锂电池供电。它内部呢是一个长闭点和一个长开点，通过后边的线圈供电和断电就能够控制它的切换。当然，当电池充满以后，断电就很简单了。单片机检测后极电压达到了充满值，然后输出相关的电压来控制光偶，或者是控制我们这个运放，从而呢使光偶一二角导通。我们刚才说了，一二角导通，四三角就会导通，使我们这个3845截止，从而呢使后极没有输出。当后极没有输出的时候呢，再使这个继电器断电，这样呢就能够达到一个充满自停的作用。这两个指示灯就是指示电量的，在这里呢它设计的比较简洁，绿灯闪烁呢就是充电状态，绿灯常亮呢就是充满状态，两个灯闪烁呢就证明是故障状态，比如说后边的热敏电阻温度偏低等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